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，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。1961年1月20日，一个43岁小伙子对着麦克风向全美国抛出了这句名言。然而他讲完这段话1036天后，就直接脑洞大开，说出如此反智的虎狼之词。美国的老百姓又为什么要把票投给他呢？时间回到1960年7月15日，洛杉矶纪念体育场，近8万名观众都盯着台上的约翰·肯尼迪。这个波士顿富家子刚刚斩获了党内提名，但在台下那些华盛顿老油条的眼里，这个年轻人资历太浅，外加是个被新教徒严防死守的天主教徒。自建国以来，白宫的钥匙一直牢牢攥在新教徒手里。在当时的保守派选民看来，选个天主教徒当总统，无异于把美国的机密直接抄送给梵蒂冈的教皇。怎么破局？肯尼迪的解药是一份包着理想主义竞选纲领，名为《新边疆》。要看懂这个纲领的杀伤力，得先看懂当时美国人的心病。头顶上，苏联人的斯普特尼克卫星正滴答作响，国内经济正陷在衰退的泥潭里大口喘息，老百姓心里发慌，总觉得好日子要到头了。于是，在这场接受提名的演讲中，肯尼迪抛出了那个震撼时代的论断：今天我们正站在新边疆的边缘。他告诉美国人，先辈们骑着马征服西部荒野的时代已经结束，但现在有一片全新的边疆等着这代人去开垦。那是未知的科学与太空领域，未解的和平与战争问题，未被征服的无知与偏见，以及尚未解答的贫困与过剩问题。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套组合拳。第一，在内政上，自从当年罗斯福搞了新政，发福利就成了白宫的出场设置。肯尼迪深谙此道，竞选纲领直接开出诱人的支票，涨最低工资，搞养老医疗出行，拿联邦的真金白银去猛砸教育和城市住房。在这张权力牌桌上，不给老百姓发糖的政客是活不到第2级的。第二是在外交与国防，肯尼迪天天在扩音器里喊导弹差距，指着艾森豪威尔的鼻子骂老头子昏庸，眼睁睁看着苏联的核弹头数量反超美国。其实当时的真实情况是，美国的核武库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，都远远甩开苏联几条街。老总统艾森豪威尔看着中央情报局U2高空侦察机拍回来的照片，心里门清，但他吃了个哑巴亏，这些情报属于国家绝密，他没法向公众公开底牌来反驳肯尼迪。至于肯尼迪是真的情报之后，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这早就无所谓了。借着这个绝妙的信息差，他狠狠踹共和党一脚是至关重要的。在外交上，他构想建立和平队，把常春藤名校里的年轻人送到第三世界的泥巴地里去输出软实力。当时的冷战主战场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了亚非拉的穷乡僻壤，苏联人到处送枪炮建钢铁厂，试图把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拉进红色阵营。他甩出了一部高维度的妙棋，派大学生去亚非拉贫困国家教书、挖井、搞医疗。小伙子们，你们都是资本主义的接班人，给我好好的干，猛猛的造一架轰炸机的钱足够养活成百上千个和平队志愿者，而且年轻人总是需要发光发热的。这不仅把国内过剩的青春荷尔蒙发泄了出去，还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望。最后是在科技上，他在科技上的承诺是呼吁把海量的美元砸进科学和太空探索，这直接为后来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浇筑了底座。肯尼迪用这套新边疆组合拳，算是把战后新一代美国人的心理拿捏得透透的。以前华盛顿的老大爷们天天拍着年轻人的肩膀说，小伙子呀，你们是资本主义的接班人啊，但说归说，连个权力的方向盘都不给摸。现在肯尼迪站出来了，不仅把方向盘塞到了他们手里，还指着月亮和第三世界的土地对他们说，油门踩到底，给我干票大的。这把火瞬间就把一整代人渴望掌控国家命运的雄心给点燃了。打完了新边疆这套组合拳，肯尼迪勉强算是拿到了上牌桌的资格，但真正要命的生死局才刚刚开始。1960年9月12日，德克萨斯州休斯顿，肯尼迪单枪匹马走进了一个连空气都透着敌意的会场。台下坐着的全是休斯顿牧师协会的头头脑脑，在这些根正苗红的新教徒眼里，台上这个波士顿少爷简直就是个特洛伊木马。他们看肯尼迪的眼神，好像看着一个随时准备把白宫大门钥匙偷出来，打包寄给梵蒂冈教皇的贼。面对这群恨不得拿放大镜找他破绽的质询者，肯尼迪没有绕弯子，而是直接拔出了宪法里政教分离的底牌。我不是竞选总统的天主教徒，我是竞选总统的民主党人。这句话干脆利落，像一把快刀，当场把宗教偏见死死按在了地上。但这仅仅是开胃菜，真正颠覆历史游戏规则的绞肉机，在2周后才隆重登场。9月26日，芝加哥的演播室里亮起了刺眼的镁光灯，全美7000万台黑白电视机同时闪烁，人类历史上第一场总统电视辩论开场了。共和党老将尼克松满怀自信地走上台，准备用自己老道的行政经验，在政策细节上给这个黄毛小子好好上一课。然而这位老派政客根本没意识到，还没适应时代的潮流。当时的尼克松是个什么状态？这倒霉蛋刚做完膝盖手术出院没几天，不仅脸色煞白，拒绝化妆，还神差鬼使地穿了一身浅灰色的西装，往黑白电视机的背景板里一站，整个人仿佛融化在了灰蒙蒙的像素里。他面容憔悴，下巴上挂着细密的冷汗，眼神时不时地飘向时钟，活脱脱一个被生活疯狂捶打的疲惫中年人。反观肯尼迪，刚从加州休假归来，带着一身健康活力的古铜色肌肤，穿着笔挺的深色西装，对比度瞬间拉满。
他没有看着尼克松辩论，而是直勾勾地盯着镜头，从容自信，仿佛已经在发表胜利演说。那些守在收音机旁听广播的老派选民，大多认为尼克松逻辑严密，条理清晰，赢麻了。但坐在电视机前的那7000万人却被肯尼迪的风度彻底征服，压倒性的倒戈。毋庸置疑，当时尼克松的竞选纲领其实是比肯尼迪的更贴合实际，主题主打一个和平与繁荣，但政策、逻辑、经验在这7000万块闪烁的屏幕前统统失效了。旧时代的政客连新机器的开关都没摸明白，就倒在了时代的滤镜下。1960年11月8日，大选之夜，这场创下近6800万总选票纪录的世纪豪赌，结果让人直冒冷汗。肯尼迪在普选票上仅仅比尼克松多出了11.2万张，微弱的优势连0.2%都不到。于是美国不仅迎来了一位打破100年来宗教壁垒的天主教总统，来到了1961年1月20日。43岁的肯尼迪面对全美国的注视，他没有搬出枯燥乏味的长篇大论，这份由他和幕僚字斟句酌打磨出来的演讲稿，他用清冷而坚定的语调向世界宣告了世代的交替。火炬已经传给了新一代的美国人，他们在这个世纪出生，经受过战争的洗礼，在艰难而痛苦的和平时期受到过历练。肯尼迪用这句话向全美国宣告，属于老派将军和传统政客的时代结束了。他以二战老兵和年轻人的代表自居，明确表示这艘超级大国的巨轮现在由喝着可口可乐、看电视长大，打过二战的少壮派正式接管。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，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，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。 The old era is ending. The old ways will not do.